是销售，我体会节奏。如果说盗梦空间让你在梦里永远无法苏醒，那信条就会让你醒来后怀疑人生。当我踏进影院享受着 IMAX 剧目的信条时，我全程集中注意力不敢合上。可一刷出来后，我满脸问号，思维完全跟不上诺兰的节奏。连刷几遍后，终于我半只脚迈了进去。以下内容为个人理解，不周到的地方欢迎评论。首先要简单了解熵是什么。熵是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，熵越大体系越无序，熵越小体系越有序。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从出生到生老病死的过程就是熵增，熵增的过程是必然会发生的。信条的世界里不存在时空穿越，而是时空逆流，这就是一个熵减的世界。人会从死亡逐渐走向诞生，所以一切都是反向运动。氧气不是吸进去，而是从肺部散出去；子弹也不会出膛，而是从落点回膛，诸如此类。懂了这些，就不难理解信条的世界观。在这里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。闪电侠穿越到过去修改历史，未来也会随之改变，这是因为有神速力加持，无法解释。复联回到过去拿到宝石，用完之后送回到拿走宝石的时间点，这样时间不受影响，似乎又可以说通。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穿越时间。若想在信条里做到这一点，唯有时间逆流。比如你想回到5个小时前，首先要穿过旋转门进行前行运动，这样顺时的你和逆时的你会同时运动且存在，逆时的你会经历这5个小时所有的事儿，但都是相反的。之后你再次穿过旋转门，便可来到5小时前。可是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，一切的事情发生都必有其因，也会产生相应的果，这是宇宙最根本的定律。当然了，科幻片里找科学是种很愚蠢的行为，这都是悖论，无法解释。接下来咱们进入到剧情当中。位于乌克兰的国家歌剧院，一场盛大的演出即将开始，现场座无虚席，闲情雅致乌克兰军官和外交官靠坐在包厢里，指挥家正想起拍呢，几声枪响发出，一群蒙面人闯了进来，所有观众和演员人员都被劫为人质，警方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歌剧院外，乌克兰人叫醒了4名特工，为他们装好了提前准备的臂章，混入到了真正的特警之中。特警们向通风管道掺入了化学气体，没一会儿，所有人都被麻醉迷晕。劫匪们早有准备，包厢内的军官有恃无恐，双方僵持中。一名借机闯入了包厢，对接暗号：我们活在目光之间。得到回应：黄昏之时无故人。一名告诉外交官，围攻只是幌子，乌克兰政府真正的目的是除掉你。外交官别无他选，只能跟随着一名离开。外交官装作昏迷混入了观众席。一名还有一项任务，就是拿到外交官手里的重要包裹，可警匪正处于枪林弹雨之中，一名难以行动。恰好他看到了特警在布置炸弹，乌克兰政府这是想毁尸灭迹。距离爆炸只剩5分钟了，在自己人的接应下，一名拿到了重要包裹，并与所有人会合。特警已经封锁了歌剧院所有的出口，逃出去成了麻烦事儿。一名让外交官换上了特警的衣服，在自己人的保护下想办法撤离现场。他则是要去解除炸弹，拯救人质。不巧的是，被其中一名特警发现。就在一名想办法时，墙上的弹孔泛起了青烟，下一秒子弹反向飞出，击中了特警。救下一名的逆向人转身离去，背包上的铜片挂饰格外显眼。逆向人给了一名逃跑的时间，最终将炸弹丢下了2楼包厢，不仅除掉了军官，还救下了观众。未曾想到外交官几人不知去向，乌克兰人认为是一名和另一个人掉了包，将2人打晕抓了起来。拿不到重要包裹，一名2人都得死。另一名特工已经受了枪伤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失血身亡。一名显然接受过训练，任对方如何拷打也不说出真相。中情局留给他们的自杀胶囊被乌克兰人翻了出来，一名失去了了结自我的机会。他望向倒地的战友，此时手里正握着自己的自杀胶囊。一名趁乌克兰人不备，瞬间翻身服下胶囊，当场失去了生命体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名醒了过来。显然呢，胶囊只是让他陷入了假死状态，为的就是骗过乌克兰人。但特工队友们是真真切切的死掉了。上级知道是有人泄密，摸黑手控制住乌克兰人，队友的身死痛击了一名，他提出辞职。可他一个已死之人谈何辞职？长官告诉他，世界面临一场冷战，只是
知晓其本质都会说，没人能知道全部，只有一个手势和一个词儿：信条。一鸣在歌剧院的表现很出色，虽然小队团灭，但却保守住了秘密。这一牺牲小我的特质被上面看中，他们让一鸣去参加另一个更大的计划。一鸣被安置在一座风力发电站养伤，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安排。期间，一鸣坚持锻炼，体能逐渐恢复，但在这里没有时间观念，他不知道度过了多少日夜。终于等来了替班的船只，一鸣重新回到了陆地，并跟随组织的安排来到了一家博物馆。对接暗号后，与科学家劳尔碰头，他们都被隐藏了身份，只需要恪尽职守。一鸣从劳尔嘴里得知了任务目的：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，比核武器更可怕。劳尔让一鸣拿起了没有子弹的手枪，朝着远处的石块射击。一鸣不明就里，可随即他呆住了，子弹是从石块上弹回膛里的，这是颗熵碱子弹，运动轨迹为逆向，组织推测是未来的人制造的，然后通过逆转手段送到了现在。以这颗子弹为例，不是开枪射出子弹，而是用枪去接子弹。不管反正，都是持枪人造成的。想要在逆时间里接住子弹，意识里就要放下子弹的感受，这样子弹才能回到手中。一鸣逐渐熟悉了逆时间，他回想起了歌剧院那一幕，那个神秘的逆向人也是来自逆时间。子弹的制造工艺明显是当代水平，一鸣通过金属成分锁定了制造商。仅仅是一颗子弹就足以改变一些事儿，而他们手里共有9个这种东西。若是核级别的东西被逆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鸣将目标缩小到了孟买，子弹的合金成分是印度独有的，很有可能是当地军火巨头桑杰所制。找到对方才能挖出背后的人，可桑杰势力庞大，住在重兵把守的高楼之上。组织为一鸣推荐了一个人，尼尔。尼尔喜欢喝酒，还知道一鸣在任务中滴酒不沾。他只解释说自己情报收集的比较多。尼尔打算用蹦极跳潜入大楼，原理参考愤怒的小鸟啊。他们顺利登上大楼，解决掉了露台看守，两人极其默契。只看见桑杰正在和一名女性交谈，一鸣果断拿下桑杰，询问逆向子弹的事儿。桑杰不愿意透露客户信息，这违背了信条。女人愿意与一鸣聊聊，她是普利亚，桑杰背后的老大。女人说话不认茬，所以找来了桑杰当代言人。普利亚表示，子弹一事跟俄罗斯寡头安德烈有关，但是买卖之前子弹就是普通子弹，为何逆转他无从得知。想必安德烈跟未来那群人有着关联。此人极其狠辣，生人难以接近，靠贩卖钚元素发家，可以只手遮天。而一鸣这个死人比较适合去接近他。得到下一个目标后，一鸣和尼尔默默地逃离现场，前往英国与普利亚的线人见了面。迈克尔公爵隶属情报部门，他们2周前在西伯利亚北部检测到了爆炸，当时歌剧院刚好发生了围攻事件，地点就在斯达斯克12。这个地方70年代被苏联人用来进行核试验，而斯达斯克12也是安德烈的家乡。直接去接近安德烈并不现实，可以从他的妻子凯瑟琳下手。他是个鉴定师，在拍卖行工作，军事世家的孩子，夫妻关系很不和谐。情报部门之前没收了2幅戈雅的赝品画，其中一个就在拍卖行，经过凯瑟琳的鉴定，另一个他给了一鸣。有可靠消息称，拍卖行的画安德烈买了下来，肯定是为了洗黑钱的。这是一鸣接近凯瑟琳的唯一机会。情报部门出钱为一鸣换了行头，这样更像是一个有钱人。Could you box that up for me? Certainly not. 一鸣暗中观察了凯瑟琳，对方有个不大的儿子在上学。这天，他拿着戈雅的赝品找到了凯瑟琳，希望能拍卖一个好价钱。凯瑟琳很快发现这是个赝品，但他没有声张。这种逼真的赝品同样少见，能拿出这种画的人势力肯定不简单。对自己协助卖假画、帮丈夫洗黑钱的事肯定也很清楚。经过一番交谈，一鸣也知道了凯瑟琳的难处。安德烈是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，卖假画这件事就是为了拴住妻子。这种日子持续很久了，凯瑟琳不敢抵抗，只能接受。他不想让儿子遇到危险。前段时间在越南，他们家人在豪华游艇上度假，这可很温馨。凯瑟琳想要重新爱上安德烈，可安德烈这个杂种，如果愿意放弃儿子，他可以还凯瑟琳自由。凯瑟琳当即暴怒，带着儿子乘坐快艇上了岸。很快，安德烈打来电话道歉。心软的凯瑟琳折返回去，却望见另一个女人急匆匆地跳进了海里，而丈夫早已不见踪影。从那天开始，凯瑟琳再也不想原谅丈夫了。一鸣想
谈笔交易。只要能带自己见到安德烈，他会处理掉所有对凯瑟琳不利的证据。凯瑟琳没有回答，他看出了一鸣不是什么土豪，根本不可能对抗安德烈。随身保镖催促凯瑟琳回家，可一鸣就惨了，几人把他拉到了后厨，用热脸拼命的去接一鸣的拳头，被好一番教导啊。直到累晕了才罢手。坐在车上的凯瑟琳看到一鸣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，她对这个男人改变了看法。次日，一鸣的学校门口等待凯瑟琳，安德烈会把走私来的东西存进奥斯陆机场的自由港，那里被富人们称为避税天堂，任何值钱的东西都能存放进去，也可以举行拍卖，全程免税，用来洗钱再好不过了。如此安全的地方，安德烈应该会把逆时工具存放在里面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凯瑟琳的把柄。可这个地方看管也是相当严格呀。尼尔以顾客的身份前去踩点，据管理员描述，这里的安保系统堪比五角大楼，如果发生火灾，安全系统会被紧急关闭，抽干保险库的所有氧气，防止火势波及到藏品，并会打开所有安全通道供客服逃生。这个时间差足以让他们得手。尼尔心里有了主意了，他联系了另一名特工马希尔，他是个老飞行员了，团队就在自由港西边的机库。尼尔的计划就是制造一场灾难，让飞机失控撞向航站楼，马希尔会散落飞机上的金块，那些都是走私来的。自由港肯定会想办法封锁消息。另一个就是闭气问题，保险库到时候会失去氧气，要在无法呼吸的状态下撬开门锁。三人当晚行动，一鸣和尼尔带着假话顺利地进入保险库。同一时间，马希尔也登上了飞机，金块散落遍地，并用逃生通道救走所有机乘人员。最后飞机直直撞向了航站楼，石牌狂魔若兰呢。灾难造成后，保险库瞬间解除了安保。尼尔凭借记忆打开了第一道密码门，随后二人撬开第二道门时已经憋不住了，一鸣无意间用指纹打开了第三道门，没多想，他们就冲出去，贪婪地呼吸着空气。就剩最后一道了，尼尔和一鸣要分别打开红蓝色的门。尼尔轻松解开密码，顺便搭了把手，因为一鸣这道门不需要密码。这是两个隔断的房间，玻璃上有着清晰的弹孔，面前是一个旋转门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一鸣想到了逆时间，这里肯定有什么事儿还没发生。下一秒，弹孔收缩，房间内的旋转门同时冲出了一个神秘人。只不过一鸣这边是逆时人，尼尔疯狂追击顺时人，在走廊将其放倒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他放过了顺时人，同时一鸣还在对抗逆时人。由于这场战斗对逆时人来说已经经历过，一鸣对抗起来有些困难，终于让他抓住了机会，捡起了地上的枪，却被尼尔拦了下来。他想从逆时人的嘴里问出点线索。就在这时，跑道上飞机的涡轮出了状况，巨大的吸力将逆时人带了进去，行动受到了阻拦，二人只能躺在地上装昏迷，等待自由港的人前来救援。一鸣搞不清状况，为什么会出现来自顺时的同一个人袭击他们，但这次的经历让他和尼尔变得互相信任。此时尼尔还没听说过时间逆流这回事，可他对顺时的真面目没有多说。自由港已经寻找不到关于时间逆流的秘密了。一鸣再次找到了普雷亚，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接近安德烈。时间逆流的技术绝对是有人从未来送到了现在，由安德烈掌控着。普雷亚怀疑自由港的神秘人就是来除掉知情人的。从他口中，一鸣还知道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歌剧院的重要包裹里放的是布241。目前布241被乌克兰政府拿走了，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安德烈拿到，否则全人类都会遭殃的。一鸣约来了凯瑟琳，想通过他见上安德烈一面，理由就是他们搞暧昧，这样一来安德烈一定会见一鸣，甚至还会想除掉他。男人都是这样。两人对好口风，便登上了安德烈的豪华游艇。这一来啊，本想见见儿子麦克斯，却不料安德烈安排他去其他的地方游玩了。凯瑟琳很想发火，却又不敢。餐桌上，安德烈不停地恐吓一鸣，他要将一鸣割喉，再把蛋蛋割下来塞进去，直至一鸣窒息身亡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一鸣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捡回一条命。Do you like opera? 言外之意是想说乌克兰的围攻事件。一鸣猜出了幕后主使是安德烈，他就是想拿到布241。安德烈改了主意了，明天早上8点一起驾驶双体帆船，驾船是假，探底是真的。一鸣之前能从餐厅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，就足以表明身份不简单。可凯瑟琳想借这个机会除掉安德烈，他解开安全绳，将男人推进大海。哪知一鸣立马调转船头前去营救，
凯瑟琳只以为丈夫是个邪恶的军火商，从未想过他拥有毁灭人类的能力。被救下的安德烈主动请来了一鸣，为了防止凯瑟琳被报复，他留下了一把手枪。一鸣救自己显然是想换取交易，安德烈表示不妨说来看看，如果他不想，凯瑟琳一辈子都不会找到伤害自己的机会。显然这意思是落水事件是刻意为之，一鸣不敢暴露身份，所以装成军火商，想让安德烈帮忙从乌克兰政府手里偷取钚241，这东西太危险了，需要专业手段隔离。这些安德烈再了解不过了，他10几岁就靠着挖掘钚为生。一鸣问其何地，安德烈却说出了斯达斯克12。一鸣从迈克尔嘴里听说过这段故事，只是没有想到这背后还有秘密。他在斯达斯克12长大，那里是前苏联用来核试验的地方，辐射程度可想而知。安德烈赶去挖掘钚，没想到他因祸得福，在地下发现了一个箱子，里面有大笔黄金和一本标有安德烈姓名的合约。意识到翻身的机会来了，安德烈除掉了共同挖掘的工人，从那天起自己承包了斯达斯克12所有挖掘任务。他没有给一鸣继续谈条件的机会。安德烈回到房间，本想如往常一样殴打凯瑟琳，他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。凯瑟琳一句话反而让安德烈改变了想法，如果自己喊救命，那一鸣肯定会闯进来，到时候你们交易就黄了。此时一架直升机落在了游艇上，一鸣听到动静前去查看，直升机上是走私来的金块，而金块里还有一张标有安德烈姓名的合约，这明显是逆转过来的，难道这是未来的人准备的？讲到这儿，一鸣打算撤退，却被保镖发现，直到被拖到了安德烈面前。他想用暗号套出一鸣的身份，但一鸣训练有素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安德烈最终还是放弃了杀他，不如利用他偷回乌克兰政府的钚241。一鸣有个条件，到时候让凯瑟琳来和自己交易。安德烈默许了，并且付了定金。一鸣第一时间和尼尔分析了定金上的成分，可惜什么都没有。他们有种怀疑，安德烈一定是用了什么特殊手段埋下了时间胶囊，再把位置传输给未来，未来人再把黄金藏进去，合约就是坐标，然后再次打捞时间胶囊里面就已经有的东西。他们还得计划拦截乌克兰政府车队，只不过二人不可能把钚交给安德烈，拯救人类才是他们的任务。与此同时，安德烈带着凯瑟琳来到了码头的仓库，他自然也不信任一鸣，对妻子也有所怀疑。劲夫上身发泄了一波，安德烈走进了一间红灯房。另一边，政府运输队也已经出现，尼尔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两队人马将运输队夹在了中间。默契的配合之下，一鸣通过消防梯上了运输车，顺利拿到了装有钚的箱子，坐上尼尔的车逃之夭夭。此时无线电传来了听不懂的鸟语，尼尔立马判断出是逆语言。很快公路上出现了几辆逆向行驶的车辆，逆车追向了二人，摇下车窗，上面是带着呼吸器的安德烈和昏迷的凯瑟琳。安德烈显然是想用人交换钚，并且只给了3秒时间。一鸣没有犹豫，立马准备把箱子丢过去。此时一辆银色车子突然从破损到复原，然后逆行驶在了双方之间。这点空隙给了一鸣时间，他把空箱子丢给了安德烈，里面的钚不知去向。交易完后，安德烈被手下接走，但逆行驶的轿车还在加速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鸣救下了车上的凯瑟琳，而安德烈卷土重来，挟持了两人。火力过猛，尼尔无能为力，只能呼叫救援。两人被分别抓进了码头的仓库，一鸣被抓进的房间充满红灯，透过玻璃他看到了对面的蓝色房间，里面是逆行的安德烈，在凯瑟琳面前的玻璃上有着一个弹孔。安德烈威胁一鸣说出钚的下落，他还在想办法周旋，哪知安德烈拎起凯瑟琳就是一枪，子弹回膛，逆向穿过了凯瑟琳的身体。这人狠起来连自己老婆都杀呀！一鸣不得不说，钚留在了车上了。此时蓝色房间内的安德烈开始倒退，红色房间又冒出一个安德烈，问着同样的问题。一鸣一脸懵逼，随即他反应过来了，安德烈这是在利用2个时间的自己来收集情报，从而先经历了结局，再回到开始。他早就知道一鸣会选择背叛，这一切早在逆时间里发生过了。此时尼尔的增援赶到，火力压制下，安德烈不得不撤进旋转门。信条的人救出了蓝色房间的凯瑟琳。匿名对着尼尔大发雷霆，为什么所有事情安德烈都了如指掌？安德烈进入旋转门，他看到的就是刚刚发生的一切。一鸣正在招供，凯瑟琳还未中弹。通过逆转录音，他得知了钚的下落，便拎起凯瑟琳走出了仓库。
再次回到了车上。此时他处于逆时间里，很简单就能理解这段了。安德烈将部分手下送进了旋转门，让他们去收集情报。公路追击战时，一名为救凯瑟琳被抓，两人被带到红蓝仓库，凯瑟琳受伤，一名招供。之前一直躲在红房的安德烈走了出来，拳打脚踢逼问布的下落，然后被信条的人击退，通过旋转门回到了蓝房，又从逆转录音知道了布的下落。紧接着是子弹回膛，安德烈押着凯瑟琳离开仓库，重新回到公路追击，寻找车上的布。他们乘坐的逆行驶车，一切都是一个顺序发展下去的。回归一鸣视角，他冷静下来后和尼尔分析了情况。一鸣欺骗尼尔说自己欺骗了安德烈，布并不在车上，自己只不过是想找借口救下凯瑟琳。但凯瑟琳中的是逆向时间子弹，伤口不会慢慢愈合，而是会逐渐扩散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死。一鸣想要穿过旋转门救下他，众人陪同前行，确保玻璃另一边有一行人的镜像后才能出发。凯瑟琳的伤势起码要恢复5天，一鸣要返回奥斯陆自由港，通过保险库里的旋转门回到1周前，从而阻止安德烈拿到布。一鸣武装了自己，戴好了氧气罩，他将要踏进陌生的逆转世界，所有的所有都是相反的。而尼尔和领队负责照看凯瑟琳，等待他的伤势逆转恢复。一鸣来到了逆转时间，这里鸟儿倒着飞，先有脚印，后有迈腿。他上了仓库边上的银色车，挂着倒档驶向了公路。他提前找到了空箱子，放置了追踪器。瞬时间的安德烈等人一会儿就会拿起箱子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出现了。一鸣当即冲了出去，挂倒档加反转方向盘，他难以适应啊。通过追踪器听到了安德烈的对话，他提及到了一种算法。没一会儿，一鸣就追上了瞬时间的自己和安德烈，打断了交换。可这一切都被安德烈看到了，他撞翻了一鸣的车，点燃了泄漏的汽油。逆世界的好处出现了，汽油不会产生高温，而是会结冰。一鸣捡回一条命啊，被尼尔他们救了下来。此时正在前往奥斯陆的轮船上，他向尼尔问起了算法，一共有9个算法，布241只是其中之一。9条算法一旦成功，所有时间将会逆转，瞬时间不复存在，一切都将毁灭。不幸的是，安德烈已经掌握了，尼尔知道的比自己多太多了。一鸣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，尼尔却只说等事成之后我会全部告诉你。一鸣还是有疑问呢，未来的人想毁灭现在，那他们还会存在吗？尼尔谈到了祖父悖论，假如你穿越回去杀掉了自己的祖父，那你又是怎么出生去杀他的呢？这是个矛盾的悖论。乐观的想，他们现在还活着，意味着未来的人还没有成功。悲观的想，他们无从得知真相，这无法解释。终于轮船抵达了奥斯陆，此时已经过了1周了，他们回到了当初那晚，连忙推着凯瑟琳前往保险库的旋转门。此时毁掉的飞机涡轮突然复原，逆时间的缘故，巨大的推力将一鸣送进了走廊。在他面前的就是当初的自己和尼尔，在救尼尔的阻拦下，救一鸣才没有开枪，但之前的战斗必须重蹈覆辙。一切都曾经历过，一鸣变得游刃有余，轻松打败了自己。放了几枪水后，一鸣找机会冲进了旋转门，而此时他变成了救尼尔的追杀目标。一鸣只想离开，并不想恋战。当然了，在尼尔看清他的真面目时，果断选择放他走。此时尼尔推着凯瑟琳前往了旋转门，因为时间倒退，回到了飞机还没有撞击前，一切非常顺利。3人离开了现场。信条的原则是知而不言，所以尼尔从未提及过这件事儿，一鸣也就欣然接受了。他依然觉得未来是可以改变的，并不认同尼尔所说的一切都已注定。一鸣约见了普利亚，此时他们本不该相遇，孟买的事儿2天后才会发生。普利亚似乎知道一鸣来自过去，他选择坦白。未来世界中有个科学家设计了一个逆转世界的算法，他将算法分解成了9个不同的零件，隐藏在过去的世界各地。9个零件对应了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，而安德烈在未来人的指引下，使命就是找出这9个零件，然后毁灭世界。只因为安德烈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，也就是斯达斯克12前苏联核试验地，那是核武器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。如今安德烈聚齐了9个零件，最后的布241还是自己亲手送上的。一鸣与他达成协议，保护凯瑟琳母子，自己会去阻止安德烈。原本的时间线就是他一直引导一鸣，让其把布送到了安德烈手中。他一直把一鸣当成棋子。一艘前往斯达斯克12的船上，信条组织正在准备以毒攻毒，他们也拥有旋转门。既然安德烈喜欢玩红蓝合作，那信条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们重新回到了逆时间里，安德烈会随身携带一个手环，用来检测身体健康状况。
相比手环就是启动炸弹的遥控，而引线就是安德烈的生死，所以这个人不能杀。可凯瑟琳知道点什么，她怀疑安德烈最终打算自我了结，因为他患有癌症，命不久矣。安德烈是个他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的人，这是要拉整个世界陪葬。一鸣想到了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凯瑟琳提及到了越南之旅，那一刻是安德烈一家最幸福的时刻。而且据凯瑟琳所说，当天安德烈失踪了，显然他选择在最幸福的时刻自杀。一鸣需要凯瑟琳重返那天，拖住安德烈，不让他自杀，直到信条小队找到算法。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。半个月前他找到过迈克尔帮忙，对方提到过歌剧院围攻事件，斯达斯克12检测到爆炸气象，如果所料不错的话，那天就是安德烈在越南自杀的时候。这3件事是同步进行的。信条小队组成了红蓝小队，瞬时的红队负责深入斯达斯克12寻找算法，逆时的蓝队负责对抗安德烈的佣兵。出发前，一鸣留给了凯瑟琳一部手机，等尘埃落定时带着手机抚养孩子长大，若是遇到危险直接发送位置和时间，未来的人会提前去帮忙。3方分头行动，时间10分钟。凯瑟琳抓住了当初自己闹脾气的瞬间，登上了船，不停地用爱感化安德烈，防止他现在自杀。此时红队已经登上了斯达斯克12，而逆时间的蓝队已经撤退，蓝队视角反制，最终大战以一鸣所在的红队为主，冲破重围，抵达废墟时时间只剩不足7分钟。此时战况焦灼，一鸣和领队难以靠近隧道入口，交火中来到了最后5分钟，红队向塔楼发射了导弹。在这个崩塌的间隙，一鸣与领队冲向了隧道入口，并且成功进入其中，入口也随之坍塌。他们没有回头路，4分钟时2人冲到最深处，发现了一门之隔的地上躺着一名蓝队成员。一鸣想从尸体上找个手来炸开铁门，却愕然发现了一个铜片挂饰，与当初歌剧院救自己的神秘人一模一样。就在此时，杀出一名敌方成员，同时从无线电传来了安德烈的声音，他要毁掉这个无限熵增的世界，而且胜券在握。安德烈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，就是神。他用来自杀的东西就是当初从一鸣手中拿来的自杀胶囊。眼看敌人就要将算法启动，躺在地上的蓝队成员突然站了起来，替一鸣挡下了致命一枪，让一鸣有机会冲进去阻止。敌人阵亡，算法解除。收到消息的凯瑟琳立刻翻脸，掏出枪，毫不犹豫地射杀了安德烈，将其推进了大海。随后自己也跳了下去，炸弹当即引爆。危难之际，尼尔丢下绳索，开车将2人从隧道里带了出来，9个零件也被一并带了出来。算法必须隐藏起来，3人决定各持3件，分别藏在3个永远不会被发现的地方。为了救下一鸣和领队，尼尔算是违背命令，强行逆转了自己。按照因果效应，他必须逆转回去，完成这个穿针引线的任务，使整个时间闭合。当他转身去逆转时，一鸣看到了他背包上面的铜片挂饰，尼尔正是那个救下自己2次的神秘人，而这次他将会死在隧道里。对于尼尔来说，这段旅程已经结束，而对于一鸣来说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尼尔的过去就是一鸣的未来。尘埃落定，凯瑟琳去接儿子放学，他意识到有人跟踪自己，连忙拿出了一鸣留给自己的电话，刚刚输入位置，车上的杀手已经阵亡。一鸣出手了，他早就知道普利亚不是什么好鸟，一鸣不是普利亚的棋子，而是所有人都是一鸣的棋子，他既是信条。而凯瑟琳的儿子麦克斯就是尼尔，印证了他的过去就是一鸣的未来。电影到此结束了。简单概括剧情吧，一鸣被尼尔救下，乌克兰剧院，一鸣加入信条，同步发生越南和斯达斯克12事件。一鸣发现了安德烈计划结识尼尔，此时不知身份。奥斯陆自由港到公路追车，一鸣想尝试去改变历史，重返1周前部署作战计划，前往斯达斯克12解除危机。尼尔为一鸣挡下致命子弹，此时一鸣知晓了一切，他开始保护凯瑟琳母子，创立信条，培养尼尔，送尼尔回到乌克兰剧院，引导自己加入信条，然后如此循环。尼尔一直在逆行，他知道一鸣的所有习惯，所以刚见面时显得那么有默契。在这个闭环里，尼尔始终都会牺牲，一切都是注定的。世界终将会按照熵增发展，而那些不停逆时奔跑的人，无非是以熵增的状态进入到了熵减的世界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，不会因为逆世界而存活。好比这一切是一个烟花，从你点燃的那一刻起，它一定会绽放，哪怕你逆转回去点燃无数次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诺兰的思维常人难以跟上，如果真的用心去看完他这几部超维度电影，会发现一切真玄妙。
你说有用吗？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，但你要说没用，你还是看到了这里。从点开这个视频开始，不管是快进还是空降，你都会看一眼最后的最后。我在起点等你。